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硕。今天是11月9号，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关中平原的西南方向的秦岭山之上，陕西宝鸡的红花铺镇。昨天晚上就露营在这边的这一片小广场。早上10点钟，行李收拾完毕，这会儿准备出发。吃完午饭，中午11点正式出发，继续爬山，25公里的上坡。今天依然是任务艰巨。今天这峡谷里面这风不小啊，这会儿大概有个4、5级的风。永生村，长生不老村啊，这是。去长生不老村转一圈。小转一圈，继续出发。我的天，这金黄色的银杏叶真漂亮，金光闪闪。黄牛铺镇，今天的风儿甚是喧嚣，很清爽的风。前几天阴雨天，感觉空气湿度比较大，有点沉闷。今天这风一吹，立马就舒爽起来了。又是一年深秋，山上的树绿了又黄。距离分水岭还有将近3公里，最后这段路是相当陡。深秋的阳光晒得真舒服。嘉陵江源头。下午的2点40分，终于是到这个地方了。分水岭，过了这个牌楼，就是宝鸡市的渭滨区的界域了。哦呦，谁呀？炎帝哦！人文始祖炎帝。下午的2点50分到达分水岭。这个地方同时也是
嘉陵江源头的附近，这个公园，嘉陵江源头森林公园。看一下分水岭的北侧，盘山公路，羌族故里，上面有颗羊头，还有一副对联，这什么？龙飞凤舞，壮观渭水秦山，不知道认的对不对？羌笛胡笳，这是遐想还是遥想？唐风汉乐是吧？登上分水岭的这个叫什么牌楼，登高望远一下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好吓人这个！时隔2年，又回到了这儿。23年的秋天的时候，我骑着自行车从宝鸡市里面一路爬坡，爬到这个地方来溜了一圈，但没有再往南边走了，因为当时空车嘛，不能走太远。分水岭这个地方海拔1500，这个地方附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，叫伞关，也叫大伞关。就是那句陆游很出名的诗叫什么？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伞关。那句诗里面的大伞关就是这儿。这个伞关同时也是古蜀道陈仓道上一个重要的关口。这个地方往北就一路下坡，就可以到达关中平原的最西端，宝鸡，也就是古时的陈仓。然后往南的话，沿着嘉陵江河谷一路一直可以到汉中。再南可以到成都。关中平原，关中为什么叫关中呢？它位于4关之中，东有函谷关，西有大伞关，北有萧关，南有武关，这4关之内，所以叫关中。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关中盆地最西端的大伞关，也是一个咽喉要道。不管是从关中往南去往蜀中，还是从那个成都以及汉中往北要进入关中，这个伞关都是必经之路。哦呦呦，我去！这是晃的，我的天哪！差点给我摔下去。果然这玩意儿不能乱踩啊，这摔一下很危险。大伞关这个地方，古代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。刘邦当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，就是走的这陈仓道，也叫故道，过伞关，还定三秦。然后后来诸葛亮5次北伐中第2次北伐，走的也是这儿。第1次北伐他走的岐山道，第2次北伐他走的就是这陈仓道，过伞关，进攻陈仓。然后后来南宋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南宋和金朝2国交战的前线，陆游就是在这个地方领兵抗金8个月。他那首诗《铁马秋风大伞关》就是来源于他在这前线抗金的从军经历。这附近是嘉陵江的源头森林公园。分水岭这个地方名副其实，分水岭，南边嘉陵江，北边叫清江河，在这个地方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水岭了。这楼门的南侧也有对联，这什么？叫什么？通还是连？连汉腔血脉，大道通天是吧？恶秦蜀咽喉，鸿门什么凤？又不认识了。分水岭，哇哦，双龙。OK， 这会儿准备下山，距离市里面30公里的下坡。哦，这个炎帝的塑像，看着还是相当的霸气。哎，我手套呢？这为什么立着一个炎帝的像呢？因为从这分水岭往南流、往北流的这个清江河，
这清江河流域听说是准备给哪去？炎帝部落的发源地啊。准备给哪去？往西安走。往西安走。嗯。从哪过来的？从西安出发的。西安出发的。可以啊。明天就到了吧？明天？今天就到。180公里，明天能到？那不得走个3、4天？一天能骑60公里没问题吧？看路，这山路骑不动，平路快一点。肯定这装备也带挺多的，这沉得很。这骑西安是累死了，我看。累死了，确实就累死了。我一个同事人跟我年龄大人出发了。沿着分水岭北坡的清江河，古称江水，一路顺流而下。直奔关中。秦岭的南坡比较缓又长，但是北坡是又短又直又陡。这儿的海拔1500，下到关中盆地海拔600多，落差900多米，全是发夹弯。大散关，从分水岭下行13公里。沿着大散关在这个地方，山的北坡，大散关遗址。
我的天哪，这个季节的渭河水相当的清啊！下午的4点50分，下到这渭河河谷之中，海拔600多米。这个地方就是宝鸡，古称陈仓，整个关中平原最西端的地方。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。这个地方渭河谷地这个南北宽度也就1公里，非常的窄，因为这是关中平原的最西端嘛。但是一路往东，这个河谷的宽度越来越宽。像西安那个地方，我看那关中平原的宽度，南北宽度得有好几10公里。一会儿我看看地图到底有多宽。看这渭河冲击下来这个泥沙所形成的沙洲，这我小的时候这边这个沙洲都不存在，很小的一片沙洲，但是经过这10几年的沉积，这沙洲上这树都长这么高了，你看，芦苇遍布。宝鸡站，宝鸡火车站，火车站周围，这曾经是宝鸡市最繁华的地段，现在也挺繁华，但是比不上以前了。因为现在市政府的位置搬到东边8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了，那边有个高新区，那边现在成了新的行政中心、金融中心、商业中心。刚才下山的时候遇到一位帅哥，他说这附近有一个面馆特别好吃，叫什么齐味香。但是我到这儿把这条街都转遍了，没看到有什么齐味香，只有这家岐山臊子面，应该就这家了，进去尝尝。今天的晚餐，3合1宽扯面。我感觉刚才那个帅哥给我推荐这个面馆应该就这家了。我在这个街上转了好几圈，没有看到什么叫什么奇香味的面馆，他应该是记错了，应该就是这家岐山臊子面。我们是第3遍，我们在这里开25年了。哦，怪不得了。刚刚有个帅哥他给我推荐，他说这条街上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面馆，叫什么奇香味。然后就是在这条街上转了好几圈，哎，我说咋没有个叫奇香味的？啊，最后看这有一个岐山臊子面，我感觉应该就这家了。咱们来个烤红薯和烤玉米，这个留着当夜宵吧。还有一个烤面筋，这有点炫了。一会儿吃完饭以后，去渭河边上找一个露营地，就可以休息了。小碗扯面，尝尝这个面。哇，这家这个面味道确实可以，相当不错，又糯又弹又香。这陕西这个面为啥叫 biang biang 面吗？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没有？这个扯面在这个案板上甩的声音 ，biang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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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， 象声词，所以叫 biang biang 面。
吃完面再来一碗面汤，原汤化原食。哦。吃完晚饭继续出发，寻找露营地。芳草萋萋。OK， 这是个小路啊，羊肠小道，直通太极。这里有一个八卦太极的一个广场，小广场。晚上的6点钟，今天晚上的露营地找到了，这边有一个太极广场，就在这渭河的北岸，今晚就露营在这儿了。天色渐暗。OK， 今天下午的小窝搭好了，天刚好黑了，时间正好。搭好我的小窝，夜宵时间，炫一个烤玉米。哇，这烤玉米可以。23年秋天的时候，我经常骑着自行车沿这个河堤这个路来这边转。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一边这个太极广场了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啥时候能整个帐篷来这儿露营一下，也挺好。没想到2年之后的今天，这个小小的梦想竟然实现了。太香了。吃完这个玉米，一会儿回帐篷剪视频。今天晚上在这儿休息一晚上，明天就继续出发，一路向西，沿着渭河的谷地逆流而上。那是关中平原西边3个出口的正西边那个出口。我去看一看那条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，下期再见。